我想减肥。啥？婶子，说好的一起吃遍天下都不作数了吗？是什么事让你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想法？是个人，你们也认识，学院采买，杜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婶子，你要是想要和他……你婶子我快30了，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，悄悄啊，别整出去了。时间到了，周婶先回去做饭。周儿，这活你也敢揽？200多斤不是开玩笑的。现在都盯着我们虎头帮，算是出名后第一单生意。要是做砸了，对我们以后……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更要打响这一炮，帮周婶解决这个麻烦。别太走心，今天中午红烧肉。莫要以己夺人，昭昭才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是哪样？他对红烧肉、大鸡腿的疯狂，你们没见到吗？就在这时，来人，把这叛徒给帮帮主抓起来，堵嘴，打屁股。是，大哥。很快传来一阵子咆哮哀嚎。我去，云昭昭，你这么对小爷，亏你走了，我那么担心你。还有你们几个，是不是兄弟啊？就这么对我？哎，顾青青，你个男人婆，小爷看你是女生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还真提啊！啊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哎呦，周婶最大的困难不是减肥，而是怕那人不喜欢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云昭昭，课堂之上公然宣话，成何体统？岑夫子气得眉毛竖起，什么帘子能治病的谣言他根本不信，这个朝阳郡主根本就是个惹祸精。云昭昭回神，低着头拿着书本去门外罚站，然后罚得好，罚得妙啊！这个时间正是刚才买回来的时候。杜大叔，昭昭帮你。小郡主，这是又被父子罚站，偷跑出来了？杜大叔也听说了吧？虎头帮现在生意很好，很多人都找昭昭帮忙呢。难道杜大叔没有什么让我帮忙的？比方说找个杜大婶什么的？不用了，小郡主，你杜大叔我心底有人了。哎呀呀，晴天霹雳！什么？周婶来迟了？谁啊？没看见过杜大叔接触别人呢。可能是家中早定过亲。不会，杜大叔是孤儿，从进京后就来学院做事了，没听弟弟说过他有心仪之人啊。我不想瞒着周婶，他做饭这么好吃，长得也有福气，娶不到他是杜大叔的损失。我也这么认为，周婶心性豁达，定是能想通的。午饭前，好你个杜爷，碗里有着，还想沾着锅里的，我呸！你要是没意，干嘛让我补裤子？告诉你，我周春花不是那种纠缠不休的人。既然你心里装了别人，那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各不相干。嘿，我看你爱读书，还以为你有点文化人的品行，原来就是错看了。其实我中意的那个人就是你，你的耿直善良，在我心底比什么都美好。那裤子继续补成不？啥？昭昭是不是能吃喜糖啦？歪打正着，算是完成任务了吧？想想是吃不惯吗？怎么没精打采的？都是冯姨娘那个坏女人，昨天香香不小心撞了她，她就扬言说过年要宰了香香吃肉，所以香香连着2顿没吃了。这可是微信的朋友们送给昭昭的，她凭什么说宰就宰？哼，这个坏女人，我找她去。你敢杀了我的黑香猪，昭昭绝对不会饶你。小郡主这是听了谁的闲话？我们姨娘心善得很，绝对不会杀小郡主的宠物的。这让郡主放心就是。就在东芝刚想请她坐下一起用膳的时候，蒋姨娘亲自找上门，把云昭昭带走了。什么东西？以前平起平坐的，现在装什么高人一等？哎呀，姨娘小声点，人还没走远呢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，不然那贱人以后不得爬我头上来吗？这次的事，要是我跟孩子跟了爷去，也定能立大功，得圣上夸奖。去，东芝，把那个土方子再给我开几副。
姨娘这是又想假孕？冯姨娘点头。姨娘还是不要了吧，那药估摸着有副作用，不然为何这些年姨娘一直未孕，别伤了身子？不行，你没看见朝阳郡主的脸吗？姨娘何意？我观察许久了，刚来时她瘦小，看不出什么，现在长开了，那眉骨、脸型，简直跟爷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依我看啊，她那眼和梨窝，定是随了外面的贱人，可见是个妖精，能迷惑人的。我要是不赶紧再争一把，待那贱人进门抬了王妃，这府里还有我立足之地吗？好，姨娘别急，我明日一早就托人去拿药。深夜，齐萧从军营回来，看见床上盘腿坐着，笑眯眯看向自己的小崽子，眉头高挑。你又想什么坏点子呢？啊，爹爹说什么呢？就是有个不请之情，嘿嘿，怪难以启齿的。新学的成语都用上了。为了五公主和渣爹的婚礼，他已拼尽全力，没想到。既然难以启齿，那就别说了。啊，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吗？父女俩谁都没发现，这个方面他俩出奇的像。啊，爹爹你也知道，昭昭从小就离开了您，又没有娘，一个人生活在乡下。行，你说，爹先看看是什么事儿。袁昭昭一听有戏，急忙把那天的事学给他听。就是这样，五公主还想嫁给爹爹你当我娘，哼！于是我跟三爹就把她和……凭他也配？亲生的就是亲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想到有人当小崽子娘，他就醋意翻涌，好像很抵触这件事似的。把符纸给爹，爹要送给他们一份大礼。我的礼物，他必然会拆。不过，你这符怎么画得这么奇怪啊？别管了，总之肯定能奏效。爹爹你就等着瞧着看好戏吧。嘿，翌日，这么多，得值多少个银子呀？都抬到我的院子里，和嫁妆放在一起，莫要让手脚不干净的人偷拿了去。你，我怎么样？翌日一早，侯府后院，叽叽咕，天天就知道嚼舌根。这么晚了，还不去给侯爷端水洗面？因为洞房耽误早朝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老夫人，我们已经去过了，侯爷骂的甚是难听。去，就说是我让的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公主能连这点妇人道理也不懂。见丫鬟们再次被呵斥回来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堂堂公主连点脸面都不……后半句话戛然而止，被床上两条白花花的人惊到目瞪口呆。五公主崩溃的尖叫声响起，跟她屁股挨着屁股的云髻脸色黑如焦炭。还不滚出去，叫大夫来！一时间新房内乱成一团。这世上最不经考验的是人心，最保不住的就是秘密。侯爷和五公主颠鸾倒凤，开创新河的话本子传得沸沸扬扬。爹爹怎么知道我无聊啦？还特地把昭昭叫出来。嘿嘿，有个夫子当爹爹真太好了。南宫燕一言难尽地看着他。难道是惊喜？昭昭最喜欢惊喜了，让我猜猜，是桂花水晶糕，还是马蹄糕，亦或者今天吃烧烤？南宫燕嘴角一抽，这孩子是不是过于乐观了？事实证明，袁昭昭还不算太没心没肺。在静堂里，先是惊讶地看见齐萧。干嘛？昭昭什么都没有做，不带混合双打的。什么意思？谁打你了？漏风小棉袄从桌后伸出一根肉乎乎的指头，指向某人。南宫子眼，你敢打我闺女？我都舍不得碰她一根手指头，你竟然敢动手！关注下重点，不然就滚！给爹说清楚，你那符纸到底怎么回事？再画一张，记住，要一模一样的。袁昭昭挠挠头，推去后面桌案前，再次画了一张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怎么啦？昭昭又没见过洞房，难道画错了？不是皮肤挨着屁股？可三爹……谁？你刚刚说谁？三
三爹说的，送佛送到西，让昭昭成全他们。昭昭还特意把他们画在一起，不对吗？哼，不是说什么虎父无犬女，这次你来教。齐萧犯了难，纠结半天。我负责抽那老六，你教。这时候怂了？别，你不是谁都看不顺眼，连我都信不过，你教。你是少妇，你来吧。少妇哪有摄政王大，你来。二人争论之际，袁昭昭贼头贼脑地蹲下，撒开腿跑了出去。妈呀，三爹，你可把昭昭害惨了。不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街上，王府回不去了，祖父那里也回不去了。三爹，哼，就是他害的。昭昭有志气，不去找他，那还有谁呢？这个时间能去哪里混顿饱饭呢？有了，简易哥哥说过，今天他家有宴请，想让他去的，不如就带份礼物过去拜访一下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漂亮的香盒，适合老人家用的。小女娃，你这点钱虽然不多，但买个下等香料也还够，干嘛只买盒子呀？送礼物自然要拿得出手的呀。我要这个盒子，香料还你。这真值钱的是里面的晚香玉，一燃凝神，再燃安眠，买椟还珠，我今日算是见识了。你错了哟，你以为的珠在我这里可不是的。他制作的莲香才是真正凝神安眠的法宝。哇，这布皮好漂亮，闪闪的。风，这是什么布呀？风笑着刚要回答，柜台后的女掌柜不乐意了。眼里没活吗？还不出去干活？还有你这女娃，别乱摸乱动，这可是江南新贡的月影纱，勾了丝，你能赔得起吗？你干嘛这么凶？我又没摸。再说风才搬了那么多货，歇一会儿怎么啦？大乞丐带着小乞丐，当我们天下江南是什么地方？哼，也就少主好心，不然你们这种人连门槛都跨不进来。风眼神黯然，他攥紧拳头，正要上前理论。少主来了。你刚刚说谁是乞丐？宫锦议约了那么多次，好不容易小东西自己上门了，哪能让他离开呢？斥退众人后，哥哥不是辞退他了吗？别生气了行不？让我下去，这价钱千金的东西，昭昭可做不起。做的，家里今天有客，厨房准备了大宴，还有螃蟹呢。我听见你要来，专门吩咐他们做酱香味的，可香了。螃蟹呀，一定很美味。哼，连者不吃食，不用馋昭昭，没用。那是连者不吃嗟来之食，你个小笨蛋。这些不用你干了，以后你就是这家分号的掌柜。少主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别让我失望。风，加油啊！现在不生气了，你也不怕我生意赔了？一个个不害臊。再画一张，记住，要一模一样的。袁昭昭挠挠头，推去后面桌案前，再次画了一张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怎么啦？昭昭又没见过洞房，难道画错了？不是皮肤挨着屁股？可三爹，谁？你刚刚说谁？三爹说的，送佛送到西，让昭昭成全他们。昭昭还特意把他们画在一起，不对吗？哼，不是说什么虎父无犬女，这次你来教。齐萧犯了难，纠结半天。我负责抽那老六，你教。这时候怂了？别，你不是谁都看不顺眼，连我都信不过，你教。你是少妇，你来吧。少妇哪有摄政王大，你来。快拦下他！我看谁敢！说着把袁昭昭抱进怀里。一个个是坏蛋，昭昭再也不来了。父皇二爹三爹，
人不大，嗓门不小。宗祖母吓到他了。一公子别这么说，当心寒了老太君的心。在别人家，朝阳郡主还这般没规矩，是要好好教导的。什么别人家？这里就是他家。他不会看错，那双眼像极了清冉。昭昭对吗？祖祖那是不想让你走，别怕啊，祖祖不是坏人。祖祖，哎，对，我是祖祖。昭昭啊，我是你的祖祖啊。祖祖别哭，昭昭以为你和楚梦雪一样想报复我才害怕的，你别难过。报复？苏国公、楚小姐，我家宝贝曾孙女儿做了什么事儿，值得你们去报复一个孩子？祖祖，你听昭昭跟你说呀。祖祖，昭昭为大显正光，你说做的对不对？对，何止对，简直做得太好了。那你说是昭昭画的好，还是云墨瑶画的好？自然是我们昭昭。哎呦，早知道宫宴邀请，我就不推辞了，不能亲眼目睹，老身遗憾呐。可是他们两个说昭昭画的不好，可凶了。刚刚以为祖祖和他们是一伙的，昭昭才想跑的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苏国公，你是不是该给老身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否则，别怪老身不客气。不敢不敢，老太君哪里话？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不是？老太君您莫怪。用膳时，好，味道鲜美，比鱼还好吃。看看这吃相，多有福气！老身今日实在太开心了，全府上下看赏。多谢老太君，多谢小郡主。哪里，大家不要客气，祖祖给的。朝阳郡主，锦衣公子剥的手累，我也来给你剥吧。谢谢祖祖，这就是昭昭胃里的表嫂吗？宫锦衣瞠目看过去，你个小东西！你说我肥美，再惹我，我铁定把这情事给你弄成了。小郡主说什么呢？我和锦衣公子上位。云昭昭突然涨红了脸，捂着嘴剧烈的咳嗽起来。辣，好辣！只是辣的，你剥的。是我也是好意，看锦衣公子自己都没吃几口，才帮忙。小孩子不能吃辣，你不知道吗？乖，别喊，越喊喉咙越疼。张个嘴，让哥哥看看。云昭昭眼眶红红，一点点张开嘴，果然喉咙处红了一片，微肿。宫锦衣从下人手里接过冰牛乳，不用他说，云昭昭就抱着喝了起来。可才灌了半碗，宫锦衣便不让喝了。昭昭乖，吃了海鲜不能喝太多凉的，不然肚子该难受了。一顿饭终究是不欢而散。临走时，肃国公再次重提这件事，以后莫要再提了。捐私生意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老身岁数大了，怕是帮不了那么多。祖祖放心，祖祖好多了。祖祖，这是昭昭的见面礼，能安眠凝神的莲香，昭昭自己做的，希望你喜欢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怎么这么小年纪还懂得这些呀？当然啊，昭昭有3个爹爹，学了很多的，而且昭昭喜欢祖祖。好乖宝，祖祖也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去嘛，爹爹你就带着昭昭去嘛。不许胡闹！今日了然方丈于立正坛为洪水中死去的灾民超度做法，爹爹要陪同在侧，没办法陪你玩。昭昭知道的呀，昭昭不玩，就是去看看热闹，求求你了，爹爹，好不好嘛？哇，我爹爹怎么这么俊？玉树临风，风神俊朗，朗朗乾坤。南宫燕眼神玩味，看着古灵精怪的小家伙继续往下编。总之，我爹爹最好看，谁都比不过。
还厉害，连父王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何姐，这还用说？父王要是爹爹你的对手，我最近就该在摄政王府，不是南宫府了。可见还是爹爹你厉害，爹爹最棒了。哼，你呀，鬼灵精。立正坛，大前皇室祭祀的地方。淮阴侯云际参见了然大师。参见了然大师。原来是侯爷和夫人。之前听闻你们到护国寺找过我，想来是有事吧？是的，方丈。4年前您为那人卜过一卦，说他肚子孕育的孩子颇有机缘，是转世仙童，奈何今年府内波折不断，下官想请您再给看看，这到底是何原因？也好，让小施主过来吧。袁洛瑶却直往孙一身后躲，说什么都不出来。往日学的规矩都去哪里了？怎如此小家子气？还不快过来！见过了然方丈。小施主不必怕，抬起头来即可。袁洛瑶没法子，只能慢慢抬起头。这孩子的面相……大师，我女儿她如何了？敢问侯爷，夫人当年就诞下这一胎吗？袁纪面色煞白，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摆在了眼前。袁洛瑶当真不是转世仙童？不可能，我就是仙童转世。这个大师说谎，他说谎。娘，你帮我说说话，我是你亲生的，对吧？你见过红光，你不能不要我，不能不要洛瑶。喂，大师，你盘腿打坐了3个时辰，腿麻了没有？喂，大师，昭昭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到吗？法事尚未结束，请小施主安静些。哇，你终于说话了。好，不打扰你哈，我去旁边。喂，大师，隔壁大师喜静，你呢？你爱聊天吗？今天早起的斋饭是什么？你们护国寺斋饭好不好吃？隔壁大师额间竖起川纹，像修行一般，就是不睁眼。哇，你禅定的功夫比刚才那位大师好多了。逆行菩萨听过，其实我就是上天派来考验你们的。恭喜你，你过关了。你算过的话，为何现在不认？转世仙童就是我，绝不会错。小施主请过来，侯爷夫妇暂且退下。小施主，你缘何这般笃定你就是转世仙童？我是阿娘生的，如果你的卦没错，那么转世仙童一定是我，没有别人。贫僧的卦一定不错，只是还有一事尚未告知你母亲。既你是仙童，提前让你知道也可。你可知转世仙童为何能护佑大钱？因为他是仙童，是万人敬仰。错，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的爱，平白无故的恨？之所以受万人敬仰，是因为他身边带着功德降生。在未来的一天，天下大乱，纷争四起时，要以身殉道，解救万民于战火，功成事遂，成就大道，明白了吗？不，这老头骗我，什么狗屁高僧都是假的。司命的剧本里有这些吗？夜晚，侯爷，如今你想要怎么做？昭昭他……我决定进宫面圣。侯爷，你的意思是说要向皇上要人？对，没错，他们3个谁都得罪不起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进宫，请皇上出面。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总没道理被别人养着。
可皇帝就算不向着摄政王和少妇，那六王爷呢？他最宠六王爷了。放心，皇室血脉不容混淆，真到世上，皇室绝不会纵容六王爷，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没圣旨下来，封昭昭为六王爷义女？不过，我们亏欠他很多，他未必愿意回来。放心，待明日过后，我们把他接回府里，好好补偿他就是了。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希望如此吧。翌日早朝后，上书房。你说什么？昭昭没去学院？是，王爷。少妇的马车一早匆匆而行，此时和小郡主应该到了护国寺。本王把昭昭交到他手里，是让他悉心教导的，可不是让他带着东走西窜的。这天天住太傅府也就算了，还一声不吭带去了护国寺。可皇帝就算不向着摄政王和少妇，那六王爷呢？他最宠六王爷了。放心，皇室血脉不容混淆，真到世上，皇室绝不会纵容六王爷，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没圣旨下来，封昭昭为六王爷义女？不过，我们亏欠他很多，他未必愿意回来。放心，待明日过后，我们把他接回府里，好好补偿他就是了。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希望如此吧。翌日早朝后，上书房。你说什么？昭昭没去学院？是，王爷。少妇的马车一早匆匆而行，此时和小郡主应该到了护国寺。本王把昭昭交到他手里，是让他悉心教导的，可不是让他带着东走西窜的。这天天住太傅府也就算了，还一声不吭带去了护国寺，简直没把本王看在眼里。王爷消消气，还有一件事，奴才刚从雍和宫那边过来，淮阴侯求见皇上，此时正跪在雍和宫大殿，听动静，皇上生了好大的火气，好像还跟小郡主有关。妈的，袁纪想抢孩子。王爷不可冲动啊。去，世瑶，把这件事通知六王爷，本王也来一次，坐山观虎斗。雍和宫内殿，皇上息怒，臣知道转世仙童一事关乎大前国运，可当年内子一胎双生，绝没想到被偷的那个孩子竟才是仙童，而且还是朝阳郡主，臣心里也不好受啊。这是他昨晚想出来的说辞。皇上明鉴，臣敏感摄政王和少妇大人对昭昭的照料和爱顾，但终归是云家的血脉，臣不能不让孩子认祖归宗啊！混账！什么认祖归宗？皇上，臣知错，臣……既然知错，还跪在这里，惹父皇不快做什么？还不把这个触怒龙颜的佞臣拖下去，在午门外抽打30鞭子，让朝臣们都好好看看，惹怒圣上是个什么下场？不能啊，皇上，六王爷怎能代天子行事？这不合规矩。没错，30太少，50。还有，传朕口谕，褫夺云洛瑶郡主称号，让他今后谨言慎行，安分守己。鸿蒙学院，装的还挺像。他把草纸团成个球，朝云昭昭丢了过去。赵景成，你再打扰云昭昭学习，我可要把你调到最前面去做了。啊，别，夫子，我不扔了。陈夫子走去云昭昭身边，拿起他的功课，赞许的点头。不错不错，比前些日子大有进步。课后，喂，你不义气，怎么偷偷努力了？南宫姐姐最近心情不好，昭昭想让她开心嘛。手酸头胀，爬台阶都没有力气了。就原谅你一次，下次再甩了小爷，跟你没完。昭昭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
元洛瑶郡主的头衔被皇上收回了，灰溜溜退学了，2日都没来了。真的吗？那还挺不错的，不用写作业了。二爹最近和父皇总吵架，昭昭不想让他们吵架。没事，昭昭，你马上就要有娘了，到时去六王府住就好了。娘，三爹要娶亲吗？对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不是正妃，是侧妃，听说是宫家老太君亲自挑的，我爹爹会来说的。侧妃如何能叫娘？六王爷身份不同，有王妃侧妃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爹要是敢找别人，我就带着娘离家出走。对，哥哥姐姐们也走，留他一个孤家寡人，看他怎么办。你说归说，那么凶做什么？喷我一脸口水。有娘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呀？傍晚的时候，车夫伯伯，父王为什么没来接我？小郡主，可知天罡寨？听他们说，最近愈发猖狂，劫杀掳掠，扰得附近的百姓苦不堪言。那地方的父母官来京上报，王爷去处理事儿了，应该会晚些回来。一个寨子也能这么厉害？郡主可别小看了他们。这时车夫突然扯紧缰绳。小郡主坐好。昭昭，跟娘回去吧，娘会对你好的。你爹爹挨了打，如今也知错了，以后侯府就是你的家，你回来吧，行吗？云昭昭有些被吓到。后退，再靠近小郡主，王爷有令，格杀勿论。昭昭，娘错了，都是娘的错，回到娘身边，娘一定好好对你。兵部顾况拱手。王爷何必这么麻烦？属下请令，带兵2000，剿灭这帮江湖贼人。不可，天罡寨易守难攻，36寨共10000计人，周围还有无数百姓，一旦开战，势必伤及无辜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就这么放任不管了？齐萧正欲发话，门外王府来人，附耳几句后，他赫然起身。此事明日再议。王爷，今晚还是别进去了。昭昭说想自己睡。他什么时候自己睡过？到底怎么了？你们谁给本王说清楚。屋里，床上的奶团子望了眼门外的身影，嘴角一瘪，但刚刚入府时冯姨娘身边丫鬟的话仍在耳畔盘转。小郡主大喜了，马上就要当姐姐了，咱们姨娘啊，肚子里怀了王爷的孩子了。把给小郡主温热的牛奶给我。是，王爷。刘嬷嬷高兴地跟在后面，只是她高兴得太早了。床上空空如也，柜子里衣服少了大半。蚩尤，拿我令牌封锁城门，让东西6营的人全程查找小郡主的下落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王府前院跪下一片，齐萧脸色漆黑，看着他们怒问：昨晚谁和昭昭说过话？说了什么？给我从实招来，少说一句，本王要了他的命。王爷，是冯姨娘身边的丫鬟冬枝，在昭昭下学的时候故意说了些刺激她的话，从那之后昭昭就说困了，连晚饭都没怎么吃，是老奴照顾不周，没带好昭昭。王爷，昨日是他们死守着主院，不让奴婢进。姨娘怀孕，她有身子了，这样好的事怎么能算是刺激小郡主？算来姨娘昨晚恨不能与王爷第一时间一起分享，伤心了一宿，这要是伤了身子，他们赔得起吗？齐萧拳头捏得咯吱响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杖毙。可是找着了？没有。皇上，更糟的是，少傅大人去王府接小郡主上学的时候，得知此事，和摄政王打起来了。那老六呢？和盛难言的抬头，有些不敢答话。你说，朕问你呢，老六也去了？不止啊，皇上，奴才听说六王爷先是混战一场，听说小郡主被侯爷夫人吓到了，直接杀去了侯府。去，把那逆子给朕抓回来，
平日看着全不在乎，要真犯起浑，能下死手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咕噜一声，袁昭昭晃晃手里的空奶壶。小祖宗跑不动了，你看看包里还有吃食吗？没啦，只有衣服、一壶奶和刚刚给你吃的鲜花饼。钱呢？没拿钱吗？那个第一次离家出走，没什么经验。我晕。爸爸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饿到的，保证。抱抱感动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哈哈哈哈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尚未说完，下面我会我答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哈哈哈，有和有趣儿，头一次见到这么配合的肥羊啊！是啊，大当家，看来是个傻的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皆以为这单生意赚大了，殊不知，爸爸加肉的。没错，还放了孜然，抹了烧烤酱。答对有奖，别的我不要，就要你手里的卷饼。小孩，你说什么呢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知道吗？天狼寨那个旗子上不是写了吗？我天狼寨大当家王勇。我虎头帮帮主袁昭昭。众人失去耐心，不想袁昭昭身后的抱抱同样没了耐心，嗷呜一声，纵身跳了出来。大当家，这怎么会是豹子？不想这时后面山下火把照亮半边天，朝着他们这边过来。不好，是天罡寨立县那帮人。大当家，我们快撤！兄弟们，撤户！可恶，你敢抓我让爸爸咬你！哎呦，小娃娃，你不懂，我只是劫财，后面那个大恶人要是抓到你，可是要把你砍作8段的。我这是在救你。大当家，不然就跟他们拼了吧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，这窝囊囊的躲到什么时候去？王勇脸色一狠。好，家有妇女妻儿者，带着这娃娃继续走，其他人随我殿后。大当家，这怎么行？我们兄弟生死与共。少废话，让你们走就走，快！我有办法，大家上山。傻瓜，敌人拿着火把上山，不是困死自己了吗？快走吧，能活命的话就回到你爹娘身边。昭昭，不回去了，你们要想活命就跟我走。说着跳下来，爬上抱抱后背，招呼着：跟我走，相信我。反正大不了一死，走，上山。好，大家上山，跟上他。看你的啦！众人惊讶回头望向他们，紧接着脚下的山头仿佛是在震动，没一会儿记了去。狼，全是山狼！去吧，去把那帮大坏蛋给我抓起来！像在响应他的话，随着狼王一声吼叫，全狼迅猛窜出，向山下奔去。山下乱作一团，不时传来痛叫、惊恐的惨叫声。袁昭昭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立谢，你也有今天。说着朝袁昭昭义愤地说道：小大人，就是他，天罡寨邹义峰的义子，为了谋取天罡寨，杀了我们大寨主，占义母为妻，罔顾人常。我的妻子就是在耕种回家的路上被他人掳走，至今下落不明，请小大人帮我救救妻子。对呀，我们打家劫舍，劫富济贫，从不伤人性命，不像立宪作恶多端，请小大人帮忙救救我们亲人。王勇，我道你有3头6臂，原来不过是个废物，靠这个狼女就想杀我，你做梦！袁昭昭沉着脸一脚踢过去，周瑟等人眼睁睁看着立谢的牙被踢碎一排，嘴角流血，痛得大叫打滚。烟云16盘，
一山接一山，36寨里敲锣打鼓，奔走相告。大喜事，大喜事啊！天狼寨来了个小英雄，带领狼群活捉了厉蟹。目前所有被抓的人都救到了天狼寨，大家可以去领人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的亲人真的被救了吗？自然，我乃王勇大当家手下，特此来相告诸位。天狼寨里，好啦，我们该走啦。小英雄慢走，我不是跟你说想推荐你当大寨主吗？什么寨主？昭昭有没有跟你赌？楚红英实在是喜欢他，走过来把一切跟他解释清楚。就是这样，当大寨主很威风的，上万人供你驱策，在江湖中地位也很高的。小祖宗，他们肘子不错，味道的确好，而且一人一豹异口同声。我们没带钱。袁昭昭握拳咳嗽一声。那姑且试试吧，比什么？小英雄是吧？做我们天罡寨寨主，光靠山不行，水路更得会。怎么样，敢下水比一拳吗？你当真要跟我比谁性？没错，不光他，我们也比。雍和宫里，你个逆子，疯了不成？要是我不派禁军把你带回来，你想做什么？真当众杀了侯府夫人不成？萧元帝胸膛起伏。朕跟你说话呢，你哑巴了？你怎么哭了？爹，昭昭不会出事吧？放心，朕已下令把昭昭的画像送至周围1000里的郡县，贺安也带着兵日夜在外搜寻，有消息咱们第一时间会知道的。哼，可笑，我还骂他俩不用心，我这府上都要娶侧妃了，我竟然自己都不知道。昭昭定是被孙姨吓到，害怕我也给她找一个这样的娘才跑的，孩子的心里定是难过了。是我之过，我因为了然，因为一些事逼得太紧。宝宝为了让我高兴，每日学到很晚，困了也只是揉揉眼睛继续练字，饿了也不像往常一样撒娇缠闹。他真的很乖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儿啊，别急别急，昭昭福泽深厚，定然会没事的啊。远在千里之外的云昭昭，小祖宗，你想回去了？昭昭想爹爹了，很想很想，可是昭昭害怕有娘。可下凡的时候，小祖宗不是很期待有娘吗？刚开始是，后来他不要我，还要杀我，现在又要认我。昭昭不喜欢他，昭昭有爹爹就够了。小祖宗是怕他们娶了妻，再生了儿女，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，对吗？云昭昭眼眶酸乎乎的，偏就有这样不长眼的，专门来打搅小女孩的心事。小英雄莫不是怕水？云昭昭扭头，奶凶奶凶地看着他。哎呦，还吓哭了。那个，我们比游泳，你本来也不是对手。你看看我个头，再瞅瞅你，比游泳，这不是明晃晃欺负人吗？小英雄莫气，虽然这比试对你不公平，但也有我们的道理。比就比，不过是不是只要游得最快，在江水里面唱言自渡就算赢？没错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谁说话不算数，谁是孙子。云昭昭在牛滂村，粗话听了不少，想和这帮蛮人打交道，便别太文了。小祖宗，为了肘子烤全羊，你上点心啊。三爹说的，浮水前要锻炼开，不然容易抽筋。不急不急，肘子会有的，烤全羊也会有的。岸边一阵阵叫好声，柯孙一马当先，
当他混江蟒的名号是白叫的。呵，这次妥了，大寨主是他的了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突然来了声小奶音：“喂，累了，这就游不动了。”柯孙不敢置信的扭头：“什么时候结束？我都无聊了。”你，我怎么样？你不会以为刚刚的跳声好都是给你的吧？江湖啊，大哥我来啦！加速！嘿，大家好呀！嘿，大家辛苦啦！王勇瞪大眼睛瞅着他身下那龟，不可思议道：“不是龟，那是铁头龙王，龙王爷显灵了。”喂，大家伙，怎么回事啊？哈，不瞒小祖宗，老家伙我在这蟒江里还是颇有些地位的。不错，找你找对了，做得好。嘿，谢小祖宗夸奖。袁昭昭上岸后，属下等参见大寨主。虎头帮弟兄们，大哥我出息大发啦！摄政王府，姨娘，你一定要救我，奴婢不想死，真的不想死。瞧你这点出息，那天我一求情，王爷不是没再让人杖毙你吗？足可见我肚中的孩儿，王爷是多么看重。哼，郡主算什么？待我诞下世子，你且等着跟我享福吧。东芝实在想提醒他，您肚子是假的，而且他感觉王爷并不是饶了他，而是根本顾不上。爷，您这是？齐萧冷硬的下颌线叫嚣着死寂般的冷怒，大手如铁钳一般箍住东芝的脖子。爷，不能，我肚子还怀着孩子，需要东芝照顾。你觉得本王在乎吗？我的昭昭要是出了事儿，你们所有人都要陪葬。可爷，妾身肚子里也是您的骨肉啊。你说。东芝吓傻了，猛地咳嗽一阵，缓过气后跪在地上，哭着把一切都交代了。王爷，奴婢该死，求您开恩，都是姨娘的吩咐，都是姨娘让我这么做的。好你个贱人，敢出卖主子，你找死！你真当本王不知道你之前有孕是假的吗？哼，不在乎而已。不过你这次敢对我女儿下手，你可真是不知死活。求王爷饶命，我不敢了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对小郡主不敬了。齐萧的残忍让王府上下噤若寒蝉，战战兢兢不敢行差踏错一步。死去的2具尸体在王府暴晒2日，才被拉去乱葬岗。怎么，王爷还是不吃不喝吗？何止啊，王爷又恢复了以前那样，小郡主一日找不到，我是真怕出事儿啊。千里之外，大爷的，谁敢骂我道哥？报大寨主，李谢走后，他手下兄弟人人厌弃，哪个寨子都不愿收，请大寨主定夺。做过小恶的，统统发配去打扫茅厕；修山扛大石的，治愈没参过的，36个寨子平分，看后续表现。还是大寨主聪慧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看，轻轻松松没难度。报，大寨主，下面打起来了。李三儿的媳妇儿被厉谢那伙人抢走后，跟了他寨子里的铜锤。现在2人打得不可开交，各说各有理，都想要媳妇儿，这您给拿个主意吧。李三儿不就是那个让我帮忙救他媳妇的人吗？对，大寨主就是他。那既然救回来了，媳妇跟他回去就行，怎么又出来个铜锤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关键是李三儿他媳妇儿不愿意跟他了，说他又好赌又懒，铜锤反而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，这不就开打了吗？哇，精彩！走，看看去。
债主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媳妇儿是我娶的，聘礼是我掏的，如何就成了别人的媳妇儿啊？天下间就没有这么个理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债主大人明鉴，小人名叫铜锤，虽是立谢寨子里的，但却从不为虎作伥。当初芸娘来寨子里，险些被那些恶人轻暴，是小人相救。她当时身上都是暗伤，我作为寨子里的大夫，自然要问上一问。一来二去才明白，是李三儿经常喝醉酒暴打他，还好赌成性，有一次差点就把他输了去。这样的人，如何能让我放心把芸娘交到他手里呢？你放屁！你个下三滥的东西，给老子戴了绿帽子，还说的大义凛然，我呸！绿帽子怎么了？绿帽子我也要，挺好看的呀。你干嘛骂那么难听啊？楚红妖笑着凑过去，给他解释了几句。我勒个去，又遇到刀割盲区了！避雷避雷！继续。我芸娘发誓，绝对没有做过下贱之事，如撒谎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咱还回去过日子，算我误会你了。不，你没误会。大寨主，天天胆战心惊，怕他醉死或者把我赌输了的日子，我过够了。我只想和李三儿和离，从此和铜锤过平静的日子，求大寨主成全。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你们这帮缺大德的，老子又没欠你们银子，干嘛这么阴损？我不管，大寨主，我先找你的，这事儿你得给我做主。你好赌是吧？算小人一的爱好，不过这绝对不是合理的理由。不用多说，既你好赌成性，那就和铜锤一赌，定输赢。你爷媳妇儿临走，输了，那这老天都不帮你，你可再没话说了吧？大寨主不可，小人根本不会赌，怎能赢得过他？这不是又害了芸娘吗？摸牌九，比点数，总会吧？对，就比摸牌九，赌财神爷爷在上，赌赢我李三认了，绝不反悔。你小子输定了。说罢，伸手摸了2张。好家伙，砸5，2个5点，共10点。快些吧，速战速决。铜锤闭眼，把手中的2张牌扔了出去。哇塞，2个6点，铜锤和你名字一样哎，这难道就叫天注定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！哈哈哈哈哈！天注定，李三儿，你认了吧。多谢大寨主成全。不用谢我，你们这是天定的缘分。既然高兴，晚上摆桌宴席给你们办亲事吧。不行，她是我媳妇儿，我不同意，不同意！我跟你赌，输了把手留下。那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赢不了啦！一声惨叫从远处传来，李三儿的双臂被折断，这辈子都赌不了了。鸿蒙书院静堂里，好你个南宫雁，哪儿都找不到，躲这儿来了，让老子打一顿，或者被老子打一顿，你选吧。南宫雁，这不像你。关于昭昭，你是不是有事没说呀？你有昭昭的消息？了然大师的卦只说了一半，昭昭是转世仙童不假，但他命中注定要以身殉道，护佑苍生。死秃驴，敢咒我女儿！绝不可能！就在这时，门外寒夜禀报：摄政王，刚得到消息，天罡寨最近有大举动，听说立谢已死，36寨分而化一，团结起来，还收留了不少乞丐流民，势力愈发壮大。新寨主还换了虎头旗，大有称王的意思。来得正好，传令下去，本王亲自。等等，你说什么旗？虎头旗。
王爷可是有何发现？屋内三人皆是一喜，曾经宫宴上那只小老虎深入人心，想忘都忘不掉。本王不去了，秋闱出事就在明日，你们去吧。王爷，一会儿那个大寨主势必要和丐帮争个高低，我们不如趁机。传我令，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，违者立斩不赦。是谁找我天罡寨麻烦呀？报上名来，饶你不死。我道新寨主是个什么样人物？原来是个刚断奶的娃娃。胡说！谁告诉你本寨主断奶了？行走江湖打探消息的本事都没有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说着，仰头吨，一口气炫了一瓶，倒扣朝下，小眉头扬起。看看，一滴不剩，我骄傲了吗？自豪了吗？大寨主威武，大寨主海量啊！够了，我没时间陪你们瞎胡闹。我丐帮弟子呢？交出来，这事儿两清。来是自愿，走也一样，有本事带走吧。不，大寨主，我们不走。对，我们不想离开这里，求你别赶我们走。你们这帮混账不忠不义，违背师门，真是无耻。喂，老头，你眼神怎么不好了？什么无耻？大家张开嘴让他瞧瞧，都以为别人跟你一样是个没牙的老包菜呀。亮兵器吧，今天就让我领教阁下高招。要打我天罡寨这么多弟兄，岂会怕你？但是说到这儿，他脸色一正。你带回去他们的人，也带不回去他们的心。如果有好日子过，谁愿意做乞丐？转眼间，陈百潭成了孤家寡人。好手段，老夫现在才明白，天罡寨野心居然如此大，想吞并我们丐帮，和我们争江湖第一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这个道理，你爹爹没教过你吗？随你怎么想吧，我们走。袁昭昭带着手下上山去了。他说爹爹可没单指你，少自作多情了。哇，不光长蘑菇，还长宝石了。哇，蓝宝石好大一颗。哎，怎么有点眼熟啊？不管了，他找到搭就是他的了。走没2步又一颗。哇，我有点晕，今天昭昭走的是什么好运呀？这些不都是？这时草地上突然出现一个不那么闪亮土褐色的木雕。这是我，是昭昭剃去头发刚到王府的样子。爹爹来了，是爹爹，一定是他。袁昭昭激动地跳起来，趔趄地往前跑，张开双手，小莲花顺着风一颗颗晶莹地往外洒。爹爹，爹爹！小崽子，想爹不想？爹爹，爹爹，昭昭想你，想得睡不着觉，想到晚上总哭。昭昭想你，想回家。一大一小抱头痛哭，这番模样看几次都觉得甚蠢，蠢到南宫雁心口涩然。爹爹抱，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脏。爹爹不会嫌弃我，爹爹最喜欢宝宝。说着小嘴一瘪，呜哇一声再次哭了起来。昭昭最近都是自己哄睡，想爹爹想得心里难受，空落落的。宝宝别怕，爹来了。我不愿伤你们，你们莫要轻举妄动。识相的赶紧放了我们寨主，不然就算战至一兵一卒，我们也绝不罢休。就在这时，自己人别动手，千万别动手。大寨主，你没事？没事没事，快把兵器收了。摄政王，您是摄政王？爷，你认识我爹爹？参见摄政王，参见南宫大人。天罡寨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新寨主
竟然就是那个勇救流民，在宫宴上一脚定江山、扬我国威的朝阳郡主。小郡主，晚上你难道就要走？不呀，晚上大摆宴席，为我爹爹们接风洗尘。哦，对了，反黑甲军将士们帮我安排一下，昭昭还要带爹爹们去逛寨子呢，先走一步啦。嘿，爹爹快看，那是龙鳞寨，另外一边是狂狮寨。哦，对了，江蟒寨最靠近江边，晚上柯村带些鲈鱼磷虾上来，保证鲜。过了会儿，你就是大寨主的娘，可你为什么有喉结？为什么这么高？又为什么穿男装？一连三问，南宫燕眼神冷冽如冰，吓得小男孩掉头就跑。齐萧笑得前仰后合，停不下来，直到笑够了吗？笑够了就去死。南宫燕，这他妈里面有狗屎！正好配你。晚宴时，父皇你好臭，上完大河要沐浴的。你给我适可而止，赶紧说，晚上跟谁睡？一起。两个字刚吐出口，齐萧、南宫燕同时冷眼瞪来。不可能！让我想想啊，明天爱姬生辰，后日刘姨给孩子办满月宴，大后日是龙舟竞渡，昭昭实在需要一个好睡眠。小嘴巴闭起来，宝宝，你还是想想如何跟你皇爷爷、祖父祖母交代吧。夜晚，繁星点点。父皇，昭昭以后还能见到大家吗？当然，只要你想，爹就带你来。太好啦！爹爹怎么不问昭昭有什么事？哦，宝宝有事儿？有的，很大的事。哎呀，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。那就别说，爹爹不难为你。爹爹，求求你了，回去在学院千万要给昭昭留面子，别说离家出走的事儿，拜托拜托。消失这么多天，你觉得能瞒得住？早传开了。还求了，刀哥这次颜面尽失，咋办咋办？以后怎么带小弟？以后怎么接生意呀？啊，不要啊！齐萧在外面听见，忍不住愉悦地笑了起来。哈哈，你还有怕的时候啊？啊，爹爹们太坏了，欺负小孩子。学院放假，袁昭昭也需要休息，直接被齐萧带回了王府。臭崽子，再敢乱跑，打断你的腿。这个爹爹舍得打断？自然，再跑真给你打断。那好吧，打断了做成小猪蹄，孝顺爹爹。上你皮，你个臭崽子，出门几日真是学野了呀。哎呀，呵呵，爹爹别挠痒痒，昭昭错了。欢声笑语，王府再次恢复了以往的气氛。爹爹，什么是招安？就是让他们归顺朝廷。不过陈广义，柯村那帮人性子太野，未必能愿意，还是要派人去详谈的好。不用这么麻烦啊，明天昭昭让海东青给他们传个信就是了。归顺朝廷他们不愿意，归顺昭昭就好了，以后天罡寨改为虎头帮，都是昭昭的小弟。他这便叫虎父无犬女吧。哎，云昭昭，你怎么走了这么多天啊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听我爹说，巡防六营都惊动了，你是被拐卖了，还是离家出走了？你胆子好大呀！听说摄政王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还和六王爷上父动手了呢。你快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？你干嘛离家出走啊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因为你们马上就会知道，我此次出去是做大事去了。不是离家出走，可我爹说，什么离家出走？莫要开玩笑好不好？刀哥什么时候那么幼稚过？哎，昭昭快说，究竟是什么大事啊？天罡寨，大家听过吗？我知道，我爹说过，天罡寨是江湖上仅次于丐帮的第二大帮派。答得好，不愧是虎谋将军。
我听爷爷说过，朝廷本想招安，可他们这帮人出身草莽，野性难驯，怕是不那么容易。对，我爹也提过这事。告诉你们吧，这天罡寨已经被我降服啦！你们刀哥我如今是36寨大寨主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刀哥，你吹牛也得有个度啊！对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逗我们玩呢？你们咋搞的？我说真的呀！看寨子里的龙酥糖，阿吉给我编的蚂蚱，还有，等一下。这2个字是繁体的天罡，我天，他大哥真成了天罡寨寨主！哇，那以后我们还能叫你刀哥吗？没错，感觉对啦。中午，昭昭，有你不在，婶子想死你了。婶子，昭昭都懂，都在饭里。好吃的不能独享受，大家一起看看吧。你这心头肉够大方的呀。宫锦逸认真地盯着对面那没心没肺吃得正欢的小崽子，回来就好。喂，云昭昭，放下我的天罡，他是无罪的。记得帮我刷饭缸，算作鸡腿的补偿啊！正跑着，不小心踩到个土坑，云昭昭喔呀一声，惊喜地瞧见前面的人。欢迎哥哥，快救救我！宫锦逸确实救了，不过救的是他手里2碗甜羹，还蹲在蒙圈的小奶团跟前，2口干了，跟奶冻似的，是什么口感？你喜欢这个？一口都没了，一哥哥太坏了，昭昭的甜羹都没有了。云昭昭哭了半天也没人哄，眨着大眼睛委屈巴巴地靠过去。昭昭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昭昭不乖，离家出走，还大家担心了。可是昭昭是有原因的，昭昭也不想的。什么原因？也不是你离家出走的理由。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万一遇见坏人呢？万一遇到危险呢？你让我们去哪里寻你啊？昭昭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昭昭保证。一哥哥，三爹怎么样？他是不是生昭昭的气了，所以不来找我？想你还来不及呢。你是没见舅舅回家发了多大一顿火，差点把媒婆给打了，还放话谁也不配做你娘。而且他不是生你气，而是在宫院考试呢。啊，三爹发火啦！完蛋了，三爹看着脾气好，其实很难搞的，而且他现在这么努力，昭昭惨了。跟舅舅努力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懂，是金子都会发光，可他是老铁呀，考不好不是更生气？昭昭的小屁股还能保住吗？好了，别担心了，这盒小兔子米糕是魏宣坊的新花样，你尝尝，看好吃不？哎呦，害得我掉那么多眼泪，早说不就好了吗？隔天，小粉快跑，千万别让父皇追姐抓到你，晚上给你加餐。云昭昭，你给老子听住！谁准你4次不上学的？想挨揍吗？不上学就跟爹爹回南宫府，落下的功课必须补上。最近夸奖太多，飘在天上的云昭昭一下落地。父皇，爹爹好凶，哄昭昭。两人哑火了。昭昭乖，爹唬你的，这不是说揍没舍得揍吗？南上某人呢，装着好脾气是真动手呀。宝宝，今天不多学，数到4，爹就给你讲故事哄睡，好不好？云昭昭傲娇了，小嘴慢慢勾起，晃悠着肉乎乎的小身子，正要讲条件。你大爷的，老子不找你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去死吧！现在想认闺女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乖宝是我家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什么破点心，给本王拿回去！再让我发现你靠近他，屎给你打出来！云昭昭，你爹我见不得人是怎么着？什么叫金子在哪里都发光？而我是老铁，你来给我解释解释。听宫锦逸说出来的时候，差点没气死他。
齐萧闻言神色玩味，金子在哪里都发光，而你是老铁。嗨，三爹爹，打得好，扎爹成猪头了。睁眼瞧瞧，你爹我甲榜第3名。哇，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，爹爹好棒，爹爹有文化。乖宝，爹爹，父女二人相拥而泣，这场面怎么似曾相识？南宫雁，你什么意思？刚追出门外，被鼻青脸肿的云髻抱住了腿。你找死！突然就想起了和祖母看的一场戏。爹爹，昭昭舍不得你。还不撒手？我闺女想我了，没听见吗？受了惊的小粉尖叫一声，从墙头跌下，重重砸在了云髻腰上。干得好！云髻再次醒来，天都黑了。淮阴侯府的人找到他，第一句就是：“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废话，你看我这样能好吗？还不扶我起来！侯爷，是云哲少爷，他死了。什么？我的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！我都说让你早点处置那妖女不听，这下好了，他把我的乖孙害死了，可怜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这日子可让我怎么活呀？娘，你说什么？是洛瑶害的？都怪我作孽呀！夜郎入室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狠，连一起长大的亲哥哥都害。我这儿心里挂念他，哀求我放他出来透透气，没想到他竟为了逃跑，对这儿同意的，让我死了吧！贱人，钥匙竟是你给的！苍天，你对我何功啊？儿啊，你死得冤啊！天空一道惊雷，瞬间让他清醒了过来。天辰，这是天辰，安宁和如霜回来了，这是他们在向我侯府要债呀！云髻晕过去前的呢喃，在侯府乃至京城引起轩然大波。太傅府什么时候拿走的？就刚刚呀。爹爹再藏一次，昭昭还能拿到。唉，你白日王府后门那一出唱的是什么戏？众女拜别呀！这出戏讲的是周员外的女儿被恶棍抱走，和爹爹分隔两地的故事。爹爹，你没听过这戏吗？恶棍？他是恶棍？以后不准听戏，你这个年龄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？后面教育的话还没说，云昭昭撅着嘴翻下椅子，肉扭扭的往外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找祖母，告诉他，你说带昭昭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，让他评评理。佛子彻底败了。不准去，你个臭宝宝！小金莲恃宠而骄。那你就是臭爹，我们是臭手妇女娘。嘿嘿。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学习不能开玩笑。没想到云昭昭还会举一反三，直接数到了上万。宝宝你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爹爹不用吃气，怎么说人家手底下小弟也上万了，不数到1万不是招人笑话吗？对，没错，不过这也要昭昭自己聪明，爹爹真是没想到。怎么会想不到呢？爹爹你这么聪明，你的宝宝我自然是随你啦，说不定将来一争气，跟随爹爹脚步考个女状元回来。嘿嘿，爹爹你说是不是呀？南宫雁连连点头。好啦，爹爹听说昭昭学到4，今天就能听故事哄睡了，你快来吧。爹爹快来，昭昭今天终于能听你讲故事了，昭昭太厉害了。翌日，哇，出大事了！
什么？云路要杀人潜逃了，而且杀的还是他亲哥哥侯府嫡子。如今这事儿都闹到大理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杀人？不知道，不过听我爹说，好像是淮阴侯把他关起来了。他为了逃命，怕云州告诉他人，拿刀刺向了他的心脏，当场毙命。听说侯府夫人现在跟疯了差不多。今早来的路上，我听百姓们说，于安宁也是他杀的。这是于安宁和他母亲来找侯府索命了。乱传的吧？淮阴侯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不过侯府祸不单行，他腰断了，连出来找人都不行，只能全权委托大理寺了。也不知道他藏哪里了，这么久还没找到。